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 Midnight 频道，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TikTok 用户 Mary's Shop 所分享的。据这位名叫 Mary 的用户讲述，这段录影是不久前他的一位朋友在查看家中的监视器时发现的。2023年4月8日的凌晨时分，安装在朋友家外的这台监视器却似乎拍摄到了某种灵异现象的发生，因为他发现了一只巨大的黑影正从邻居家的上空渐渐地显现。紧接着，他在穿过了这条狭窄的道路后，却消失在了自己家的附近，而这一幕却让 Mary 的这位朋友感到了有些担忧。从 Mary 分享的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的确像是他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凌晨时分，当这台3轮车在经过了这条狭窄的小巷后，它的上方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只巨大的黑影。对此，有观众认为，那可能就是一只鸟儿在从此经过时留下的影子而已。但这种猜测却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因为如果照此推断的话，那么这只鸟儿的体型必须非常的巨大才行。而在这些观众议论纷纷的留言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监视器出现的某种故障。一位观众这样评论道：由于这些监控器的设计并没有智慧型手机又或是相机那样的精密，所以这导致他们在长时间的拍摄一些静止的画面时，突然出现的移动的物体会让他们无法完成聚焦。所以这种观点认为，或许那就是一位从3轮车上走下来的乘客，只不过由于此时监视器发生的故障，没有将它拍摄清楚而已。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但当我们在多次的回放过这段影片后，却发现当这只黑影在经过街道时，路面上的这些积水似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晃动产生的涟漪。那么你认为呢？又或者对此你还有其他更好的答案？Number 8。不久前，我们对2023年9月12日墨西哥举行的这场不明现象听证会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这场听证会中，墨西哥记者莫桑向大家展示了2具来自秘鲁的外星生物遗骸，它们长有大大的脑袋、小小的身体，全身没有任何毛发。据称，这是从该国的纳斯卡地区的一处细藻矿洞中出土的，而且经过科学检测，发现它们的 DNA 与人类的并不相同。不仅如此，莫桑还称，这具遗骸已经通过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碳14定年法的验证，证明这是2具来自距今约700跟1800年前疑似外星生物的遗骸。随后他又补充道，研究人员还在其中1具遗体的体内发现了3枚卵体。可也就在这场听证会结束的不久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却发文称，他们从来就没有检查过这2具遗体，只是在2017年时接受委托，帮莫桑送来的 0.5 克皮肤跟脑组织样本进行了定年，所以他们也并不确定这些标本是否来自听证会上展示的这2具外星遗体。而且他们认为莫桑的这一说法是在将墨西哥国立大学与这2具外星遗体的真实性进行捆绑，并试图让他们帮助莫桑进行背书。随后，秘鲁的文化部长 Leslie 也表示，据他了解，该国并没有任何一家科学机构证实过这就是2具非人类的遗体。而且如果这2具遗骸真的是来自秘鲁，那么莫桑还可能将会犯下非法持有珍贵文物的罪行。此时，不少观众发现，秘鲁文化部门的这一澄清似乎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出土秘鲁的文物又是如何通过海关来到墨西哥的？这2具遗骸
是否又经过了隔离检疫部门的许可。但莫桑却透过路透社声称，自己获得的这2具遗骸的途径是完全合法，可是他却没有告诉大家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而大家关于这2具外星生物遗体真伪的质疑，莫桑也曾表示过，他们不仅将样本送往了墨西哥国立大学，而且还委托过墨西哥海军健康科学研究所对这2具遗体进行了 X 光以及电脑断层的检验。在这次的听证会中，海军健康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贝尼特斯也曾表示，在检测中，他们发现这是2具完整的遗体，而并不是像外界所称的，这是利用其他一些生物的遗骸拼接而成的假货。而且他还从这2具遗体中检测出了地球上最为稀有的镉跟铬元素，所以贝尼特斯认为这2种元素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外星生物具有既强壮又轻便的骨骼。然而，对于贝尼特斯的这一说法，却有不少媒体发现，其实贝尼特斯与莫桑在很早前就已经认识了，而且他们私交甚笃，所以这也难免不让人怀疑，这是贝尼特斯在利用他的身份帮助好友莫桑进行背书。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关于2023年时墨西哥国会举行的这场听证会的最新讯息，而对于此次事件的更多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Number 7。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Reddit 用户 Snowbunnies 在2023年的9月时所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他的岳父在去年的圣诞节期间因车祸不幸离世。他的岳父生前患有一种名为囤积症的疾病。根据我们查找到的资料显示，这是一种强迫性的精神类疾病。通常病人会收集，又或是购买大量的在外人看来似乎毫无用处的东西进行收藏，即使是这些物品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的岳父却仍不舍得将它们丢弃。所以在这位老人过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夫妇也一直在清理父亲生前所居住的这栋房子。然而在不久前的这天，当分享者的妻子在查看房子里安装的这些监视器的录影时，他们却从这里面发现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房间里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发光物体，而且它看上去还就像是正在不停地变化着自己的形状那般。当这个物体在消失的不久后，它却又再一次地出现在了这段监视器的画面里。虽然有些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认为，这个奇怪的发光物体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在镜头前爬行的昆虫那般，所以这种观点认为或许是它太靠近镜头，所以监视器无法完成对它的聚焦，才会造成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但分享者一家在多次的回放过这段录影后，却看到了这只光球似乎还在地板上留下了它的影子，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是一个出现在镜头前的物体，那么监视器是无法拍摄到它的影子的。那么你认为当晚这所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Number 6. Look at that here. See it? It's falling from the sky, like it came out of space. Where'd it go? Where's the? It dropped. OMG, there's people out there looking. Where'd it go? I heard a loud cry.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 TikTok 用户 Gloria 所分享的。据 Gloria 讲述，这天她似乎目击到了令人感到兴奋的一幕，因为她好像在这里的天空中看到了类似于神秘幽浮般的这样一个物体。从 Gloria 拍摄到的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幕发生时，附近街道上的一些行人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纷纷驻足观看，但随后这架奇怪的飞行器却快速地消失在了这里的上空。然而，这却并不是当时这里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紧接着，当 Gloria 试图从驾驶座椅移动到另一侧后，这里的天空中却突然出现了几架战机，而这一幕看上去却就像是这几架飞机正在追赶刚刚消失的那架幽浮那样，让人感到了惊恐不已。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飞机正在追赶的，真的会是一架幽浮吗？由于 Gloria 并没有告诉大家这次目击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具体的时间，所以这也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关于此次事件的更多讯息。Number 5。 不久前 Reddit 用户 FakeHank 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虽然长久以来这位 Redditor 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不久前家中发生的这一幕却让他开始怀疑多年来自己坚守的信仰。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自己的家中到底发现了什么。据分享者讲述，这是2023年9月4日凌晨2点左右时家中出现的一幕。此时安装在电视机前桌子上的这台监视器却拍摄到了一些奇怪的如同尘埃般的烟雾正从这张桌子上缓缓地升起。随后分享者便收到了家中安防系统发来的提示讯息，但当他来到这处房间查看时，他却并没有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据分享者讲述，这栋房子是他们在几个月前刚购买的，但在此期间这样的情况却已经在他们的家中发生过2次了。分享者与家人也曾考虑过，这是否是电器线缆的损毁导致造成的自燃，又或是天花板上的某些装饰材料掉落下的粉尘。可是他们却并没有从中找到任何的异常迹象，所以他的一些亲友认为这可能与某些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有关。虽然我们也并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这一幕也的确让人感到了困惑不已。Number 4。美元作为世界上流通最广货币之一的同时，这种钱币的本身似乎也潜藏了不少的秘密。例如，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官方货币上，为何印有代表埃及地标性建筑的金字塔，以及这只具有神话色彩的权势之眼？而这些有趣的问题，至今为止仍旧吸引了不少对历史文化、宗教存在有浓厚兴趣的人士。他们试图揭开这些符号背后蕴含的真正含义，以及这个国家从早至今是否真的存在有传说中的某个强大且神秘的组织。然而，当这一系列奇怪的且令大家感到困惑不已的问题还未得到解答时，这位来自泰国的知名 TikToker Olio 却发现了美元中隐藏的更多的这类奇怪符号。例如这个正在金字塔上攀爬的外星生物，又或是这架看上去明显像是飞碟的奇怪物体。那么，这些神秘的符号是否又真的存在呢？当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地讨论着 Olio 这段影片的真伪时，他却似乎又在这张100面值的欧元上发现了异常。而 Olio 的这一发现似乎令很多人感到了难以置信，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一定是一些经过编辑处理过的影片，因为观察这些纸币，或许使用普通的放大镜
就可以看清上面是否真的存在有这些图案，而根本用不到电子显微镜这样的设备。但也有人声称，他们的确在早期印刷的钱币中看到过这样类似的符号。由于我们并没有 Olio 这样的电子显微镜帮助大家进行验证，所以无法就他的这些影片给出结论。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察条件，请在验证后告诉大家。Number 3。不久前，我们曾经简单的向大家介绍过2023年美国国会召开的这次 UFO 听证会。在这次的听证会中，美海军退役中校弗拉沃尔向大家讲述了他在2004年担任尼米兹号航母舰队 F-18 战机中队指挥官时遭遇到的这样一起离奇的目击事件。那是一个外形就像一颗白色的犹如滴答糖般的神秘飞行器，它没有机翼、尾翼，甚至让人无法区分它的机头或者是尾部。此时弗拉沃尔所在的尼米兹航母编队正在位于加州的近海进行他的训练任务，但这个神秘飞行器的出现却打乱了美海军的训练计划，他们不得不派战机升空进行跟踪观察。但随后这个神秘的物体却突然消失在了这片海域的上空。紧接着尼米兹航母上的雷达便发现，此时这个家伙已经瞬间移动到了距离他们60英里之外的海域。然而当弗拉沃尔中校在对于这次的目击事件进行调查后，他却发现这可能并不是美海军第一次观测到这个神秘飞行器，而且在以往的目击记录中显示，这个家伙似乎总是会在他们的一些军事管控区域里出现。虽然这个结论让不少人感到了匪夷所思，但不久前的这篇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新闻报的报道似乎就验证了弗拉沃尔中校的这一说法，因为他们在这里的某处军事管控区域内也发现了这样相同的一个物体。That's not a plane, dude. There's no wings, dude. 报道中称，这是一架正在穿越内华达州的客机所拍摄到的一幕。此时机组人员在他们的乘客的提示下，从机窗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长条状物体正悬停在内利斯空军基地附近的上空。可是飞机上的雷达却并没有显示它的附近有任何的飞行器。根据当时这些机组人员讲述，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胖胖的白色油桶那般，两端呈半圆形。而目击者的这一描述似乎却像极了2004年时弗拉沃尔中校的这次目击事件中看到的那个家伙。报道中称，他们已经对于这起发生在2023年8月13日的目击事件询问了内利斯空军基地，以排除是否是他们的飞行器，但至今为止，这家报社却未得到他们的任何回复。Number 2。相信不少人都对于这两位来自墨西哥的 YouTuber 并不陌生。Odalis 跟 Daphne 在创建这个频道之初，便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虽然他们的很多影片都跟两人的生活有关，即便是那些平平无奇的内容，他们也可以以一种有趣且幽默的方式向大家展示，所以这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然而不久前，却有很多观众在这个看上去跟灵异事件毫不搭界的频道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诡异的影片，这是他们在一次直播中所拍摄到的录影。此时这3个女孩正在玩一个名为“有人在这里”的游戏，但就在他们的这个游戏开始的没多久后，房间里的灯却突然开始了闪烁。随后，当 Daphne 在移动她的身体时，大家还从这扇敞开的门外看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人影。
可是根据 Odalis 和 Daphne 的讲述，当晚这栋房子里却只有他们3个人，因为他们不想让家人们打扰到自己的这次直播。然而这2名女生的这一回复，却让他们的观众们感到了困惑不已。对此，不少人认为像他们这样的拥有如此众多粉丝的 YouTuber 根本没有必要使用这样拙劣的把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这种观点认为这次直播中可能真的拍摄到了某些灵异现象的发生。然而也有观众猜测，那或许是这3名女孩其中1人在晃动身体时出现的影子。可是在我们多次的回放这段影片后，却发现这张可怕的人脸可能是某人从此经过时他的上衣的褶皱又或是图案所造成的。或许此时他们的一位家人刚好回到了这里，在他发现这3名女孩正在直播时，他又匆忙地离开了这里。那么对此你认为呢？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Johnny Rivera 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著名的流行音乐歌手以及作曲家。由于他创作的很多歌曲都与爱情有关， Johnny 也被他的粉丝们称之为失恋之王。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与灵异事件毫无关联的知名歌手，却经历了这样一起离奇的遭遇。2022年的1月时，约翰尼正在为他的新单曲录制 MV， 可是在此期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们却遭遇到了这样一系列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例如在这间门窗紧闭的房子内，工作人员们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的拍摄时，这里的吊灯却忽然间摆动了起来。又或者在这段 MV 即将结束前的这次拍摄中，这里的房门却几次的无故被关闭。而这些离奇的遭遇让他们本应该2天就可以完成的拍摄工作，却足足的延长了近1周的时间。他们不得不将这些存在异常的片段重新拍摄，所以重复的工作也让约翰尼跟这些工作人员们感到了烦躁不安。起初大家只是以为是有人在此期间故意捣鬼，可是在随后的拍摄中，当不耐烦的导演命令那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人员撤离拍摄现场后，他们却仍旧遭遇到了类似这些现象的发生。据称，原本这部 MV 的拍摄是打算前往葡萄牙的一处名为阿尔加维的黄金海岸进行录制的，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他们只能临时的改变了拍摄地点，他们只好就近租赁了一栋豪华公寓进行拍摄。然而，当约翰尼的这首新歌在发布的不久之后，他的一些同事却得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讯息。不久前，他们租赁的那栋用来拍摄的公寓其实是一间事故房，也就是说，这处房产内曾经发生过自杀又或是他杀的事件。然而，当大家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起初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而约翰尼的新作品也已经发布。但是在此的不久之后，很多观众们却从这段 MV 中看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Todo a causa del espíritu de la niña, según la vidente Juliana Suazá。根据工作人员的讲述，当时他们在剪接这些影片时，已经很仔细地留意过拍摄到的这些素材，但是当时他们却并没有发现窗前的这个白色的矮小人影。而且这部 MV 在发售之前也是要经过墨西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审核的，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一情况，所以这也不得不使得他们猜测，那个白色的透明人影可能与之前房屋内发生的这起事故有关。据来自哥伦比亚媒体调查了解到，这所公寓前房主的小女儿就是在一起窃盗案中才不幸离世的，所以这也使得剧组的很多工作人员猜测，或许当时这栋房子里发生的这一切可能并不是某人的恶作剧，因为就曾有不少人注意到，按照 MV 中出现的这个人影的高度推断，这似乎就像是一个不大的孩子那般。而且据记者了解到，当时那名离世小女孩的年龄也只有5岁左右。可是不少人却发现，如果照此推断的话，那个离奇出现在窗前的这个白色人影，似乎就跟这样年龄大的孩子的身高十分相似了。然而这起离奇的事件也成为了至今为止不少人热议的谈资，